好，接下来在军事上面，我们今天要关心的事情是中国大陆一出手，现在中东的战力是否天翻地覆了呢？因为最新消息有伊朗现在的飞弹库是满血复活，有一个说法，2000枚骑射会来压垮以色列。那么底气来自于哪里呢？根据外媒的报道，就是来自于大陆。另外也传出来说，伊朗要买大陆的歼20跟红旗9B，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对于这个接下来的战力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难道这一次伊朗真的是满血重生了吗？因为就在11月12号这一天，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在首都的德黑兰这边举行了这场非常大的这个叫做国防的成就展，立刻是陈列出了各种的武器包括数十个不同型号的，不管是飞弹或者是无人机那么这当中包括了有极音速飞弹尼什，还有这一款叫做海巴尔谢坎的弹道飞弹，其中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的就是这款弹道飞弹，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些优势跟它的战力呢？它号称是伊朗版的碉堡克星，射程高达了1400多公里，那么弹头重量500多公斤，它的瞬间的撞击的速度可以达到3马赫的一个速度所以我们来看到 CNN 这个时候就点名了说，伊朗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只有半年的时间就能重建它的飞弹军火库？答案来自于，就是因为大陆给他们的底气。因为大陆方面呢，从今年的9月份开始，就不断的运送2000公吨是用来制作飞弹的这种固体燃料，这个叫做过氯酸钠。预计这批原料就能够让伊朗来制作出非常多，高达500枚的飞弹。CNN 更是预估，如果冲突再起的话，伊朗这次的战力会超过6月的战力，一次可以就发射2000枚的飞弹，压倒来自于以色列的防卫。伊朗半年内又快速的复活，极音速飞弹再加上碉堡克星，以色列的噩梦来了吗？难道他的底气是真的来自于北京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是现在伊朗要对以色列实施饱和攻击，那就要飞弹的数量要多才能够达到饱和攻击的效果。那现在按照伊朗的，因为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40年，那40年，伊朗在这一方面的这些经济的条件、科技的条件，毕竟代差落得非常的明显，非常的大。那现在靠谁？靠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那伊朗穷啊，但是伊朗有一个好处，叫伊朗石油。伊朗最大的石油输出的地方就是中国大陆。好，那拿石油来换钱，拿钱来买技术，买相关的零组件。所以我认为它必须有3个突破。第一个，飞弹的燃料，因为现在飞弹很少用液态了，液态毕竟这个不稳定，而且这个装填之后24小时要发射，那都用固态。那固态燃料，那现在谁能够供应？那像中国大陆买嘛，很容易拿钱来买，所以我们讲的是固态燃料。第二个，零组件，伊朗做不出来的啦，它只能拼可以。那这个重要的零组件从哪边来？要从中国大陆。我们知道这个伊朗在中东因为它8000多万人口，算是一个在整个中东阿拉伯地区算是个大国它又是这个回教什叶派，是比较主张激进的基本教义派的，是这样。那他这样子很简单，要向中国大陆买零件。那中国大陆，你既然要买零件，中国大陆的专业的人员、技术的代表也要靠中国大陆，要这个样。然后最后一个，伊朗是不是要我们讲 offset， 就是技术输出？就是说我不能一直在靠中国大陆你要到时候要教我，我也要会是要这个样，我不能一直靠你技术代表过来那伊朗在这方面也要形成一个气候，就是技术的保障，希望伊朗到最后能够自力更生、自主国防，是这个样。那这样的话，我认为威胁最大，我们看到来了以色列，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它会相应的来提升它的军力。它现在整个中东的地区，你现在来看，首要的目标反而是伊朗。你看看这个加萨的。这个巴勒斯坦也好，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也好，现在叙利亚也被美国摸头了。本来的叙利亚后面是伊朗在挺的，现在叙利亚的新总统现在是由美国，他到白宫去访问上个礼拜，这很清楚了。那也门的胡塞组织呢，后面的老板也是伊朗，所以看出来说，伊朗目前最大的威胁就是以色列，以色列最大的威胁也是伊朗。那个沙烏地阿拉伯沙特反而跟这个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处于这个冷和，比较但有一些心结，但是问题是美国在后面，那两个就不会没事。只要有美国在，这个
这个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两个会没事，那就是伊朗。所以伊朗在这方面，它所承受的威胁可能会越来越大，来自于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把它周边的都已经解决了，它就可以专心一意对伊朗。那伊朗的威胁压力增加，它就要找替代来源，就是中国大陆。那它就要先强化军备，所以伊朗的空军缓不济急，所以先发展飞弹为快。你要以航空还是以飞弹来组？你哪一个？航空时间久，成军的时程拉得很长，没有办法，缓不济急。但是飞弹很快，飞弹直接现在它又是3倍音速，到最后面3倍音速，将来伊朗可能还会往极音速去发展，就是高超音速，要到达5倍音速以上，所以变成载的弹量要够500公斤以上，0.5公吨以上了。另外一个速度要快，然后看看伊朗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我们的 CEP 值就是圆周弹道误差要准。你不能把弹道黄胶，你打出去只有弹道黄胶啊。换句话说，惯性导航跟这个卫星导控里面的抗干扰能力还要够强才可以。所以伊朗在这一方面绝对要靠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支援多少，伊朗的飞弹的技术才会提高到多少。好，所以我们看到伊朗现在面对加剧的地缘政治，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威胁哦。所以刚刚将军帮我们看到嘛，先来做比较简单的，至少先把飞弹发展起来，再好好的布局它的空军。那确实，刚刚除了飞弹之外，伊朗确实也有想要好好布局它的空军，所以他现在也计划用它20亿美元价值的石油来买大陆的什么呢？2大杀器，第一个就是歼20隐形战机了，第二个就是防空系统红旗 9B。他说红旗 9B 之后会来搭配俄罗斯的 S-300整合系统，补上伊朗它等于它防空的最后一块缺口。如果真的有这些武器的话，对于它的战力会有多大的提升？能够跟以色列来稍微做制衡吗？厉将军怎么看？6月份这个伊朗跟以色列12天的战争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用的是战机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在整个伊朗上空对它这个肆意的攻击。那伊朗能够反击的力量，大概就是用它的导弹。当然，双方这12天打下来的话，伊朗这个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空防，完全是在裸奔的状况之下。当以色列刚开始初期的时候，它可以拦截到一些伊朗的导弹，但是后期来讲的话，它慢慢这个防空系统也破了一个洞让这个伊朗的导弹可以攻击它很多重要的军事设施。所以伊朗现在最急的一件事情，应该是它怎么样建立它的防空的系统。那防空有2种一种是矛，一个是盾所谓盾，当然就是防空这个导弹为主它现在有的是俄罗斯的 S-300，但是数量来讲远远不够，能力来讲可能也比较弱。那如果说能够获得大陆来讲红旗9这款，红旗9大概比照的等级大概是美军的爱国者3这种等级所以它防空能力是比较强，可以有效的建立一个区域防空的一个体系。那如果说是能够建立来讲，我相信以色列或者是美国的 B-2轰炸机应该是不敢再这么嚣张的如入无人之境到伊朗上空来肆意的攻击。当然，如果说能够获得矛，也就是歼20这款战机，那我们从印巴空战可以看出来，光歼10C搭配到这个PD-15导弹就可以对印度造成这么大的一个战胜的一个战果那如果说是这个歼20来讲，它隐身战机，我相信它的效能一定比歼10C更要好。那这样的话，更可以有效这个遏止以色列或者是美国对它本土的打击。但是我们要有待观察，歼20这个，我相信中国来讲，不见得愿意会卖给伊朗。好，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美国也看在眼里面对于现在整个伊朗，然后有背后中国的撑腰，所以美国华府现在非常的焦虑了。赶快看到最新消息民主党的议员赶快联手，他们一起致信给国务卿卢比欧跟 CIA 说呢，大陆提供给伊朗这么多的化学品来帮助他的军备重建，这是对于大陆来说对于伊朗来说很重要的事情。而且大陆呢，它的已经势力从欧洲扩展到中东国家去了，整个威权正在扩展当中。我们还记得这个川习会才刚落幕，谈得不错，川普有可能在这时候对于大陆做出制裁吗？那川普手上又有哪一些牌可能做反制呢？聂老师又怎么解读 ？OK， 古语有一句话叫"只管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那你什么做都可以，那别人做都不行。你可以说
在这个加拿大呢开 G7 会议，2天后说，对不起，我要离席，我要回去做一个重要决定。2个礼拜，然后就告诉这个伊朗说，2个礼拜你再不怎么样，我就要去炸你。结果2天就 GBU-57就炸进去了，60公尺深的专体的这个炸弹。这件事情，请问全世界有谁打法？没有，因为美国人做才是对的，美国人去支持以色列是好事，是拯救全球。你觉得是吗？以色列当他的天穹已经彻底被击破的时候，他必须要靠他的爸爸，就是川普来撑这个大谈亚夫，这很重要。不过现在要讲一个什么叫做帮伊朗。全世界都知道打代理人战争最好打，讲不好听，不管胡塞组织也好，哈马斯也好，黎巴嫩真主党都是伊朗的前面的代理人。